来去渔岛喽！我今天有配速员啊，追都追不到的配速员。要跟老板买，老板记得要送我一颗水蜜桃。第一次来就成功跨越这迷龙吊桥。老板邀请我吃桃子。对。我刚刚咬了一口，这实在太夸张点了。耶亨有一片超壮观的梯田风景。台湾的一颗水蜜桃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? Wish me good luck on today's challenging ride. 核心车站，这次特地下来看看。那里有洗手间，所以可以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，就可以准备上渔岛喽。你没听错，我终于要上渔岛啦！刚刚黑岛就遇到很多车友了，核心车站也有一些车友把车子停在那边，从那里开启。没想到，距离我上次来这里，就是上次骑853那一次，怎么这么久啦？上次来在拍樱花呢，现在穿短袖了。前方就是853和渔岛的交叉路口，太阳勇士，我这次听您的话，勇往直前，鼓起勇气跨越游罗溪，来去渔岛喽！哪会，我来了，我今天真的要上渔岛喽！今天的计划就是要先上渔岛，下滑御风后去耶亨，就是要去看耶亨的梯田，最后再上拉拉山游客中心。你骑这里也会走这个捷径吧？纳罗溪，我是来拍河的，我有充足的理由。我不知道昨天有下雨这地面很潮湿。还好就刚刚那段地还没干，后来的路段干燥多了。前方不久交叉路口，记得左转过锦屏大桥，继续沿着竹六林骑行。纳罗，泰雅族语为柿子的意思。早期的纳罗部落可是长满了野柿子。小黑要跟着我上山呢，小黑，嗨，你真的要跟着我啊？啊，哎呀，现在我都不敢骑快一点喽，因为一下就被你刷卡啦。我走了，小黑，拜拜。太扯了，小黑真的一直跟着我小黑，车子啊，车子！小黑，你真的要跟我一起上渔岛吗？你在等我啊？哇，太扯了！我今天有配速员啊！追都追不到的配速员。小黑往前，往前，车子，车子。旁边那是要去看青蛙石的，我们继续往前。远方那太阳啊，已经很大喽。我们这时候骑渔岛超棒的，太阳现在照不到这里，很凉爽啊。这个小黑怎么不见了？突然想他了，小黑，小黑，他应该嫌我太慢了吧？再13公里就到渔岛喽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猜我看到谁？小黑，小黑，拜拜。从家里出发到现在，大约骑了30公里。渔岛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竹六池全长46.5公里，是新竹最长的乡道。
全台湾第2长的乡道，仅次于头八九，也是鼎鼎有名的例行产业道路。看到这明隧道，就知道距离渔老快一半喽。这里是竹60 9公里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目前海拔才702公尺，距离渔老的1450公尺，自己想象吧。越来越陡了。金财商店，这店很早就开了，真是贴心。纳罗布居，刚刚那个是里面有假人的店啊，只是感觉他已经搬走了。刚没看到假人啊，我会被吓到的。这里真的好凉哦，海渔老就是凉快，不会被晒到。纳罗布居，回家查资料才发现，哇，这家很有来头耶！原来是专做自然、极简风的手工衣服，还有40年的职人经验。落石区光看就怕怕。纳罗布居脸书官网上写着 TAS 台北美国学校75周年纪念衫就是他们做的耶，而且还合作了27年之久。我真不应该只记得您那假人啊！左方那空地，永远记得，那是我第一次跑渔老，脚踏车丢在那完全不想再骑的地方。剩下约5公里，爬升946。爬得超累的时候，竟然有一段可以冲刺。渔老的迎宾护栏到了。竹60的终点在新竹的后山，也就是坚实星光最高学府星光国小的地方。竹60可以说是成功串联了新竹的前山与后山。上渔老的2条路，往右还是往左？我每次都走这边，往右，因为早一点痛苦结束啊。可是我今天想要往左，那边风景感觉比较好，那边拍个风景吧。往那边喽。比这里没有比较轻松啊，还是很陡。只是我觉得这里最大的好处是路很大，车又少。搬骑另外一边的话，很陡，那个车子一来啊，很容易就要下车牵车让它过楼，就变成牵车上山。看前方这一大片风景，这里就是渔老这段的制高点，海拔1495公尺，比渔老景观台的1450公尺还高一点呢。左转是通往里洞山庄的路，还要再爬5公里，但我们当然是要开心的下滑啦。现在后面没有地标可以拍了。刚刚骑车就一直在想着这片马告茶，一定要来。我还顺便推荐给2位来自桃园的机车骑士，渔老观景台这么早就热闹滚滚啦。渔老观景台位于海拔1450公尺的上渔老，是通往坚实前后山的重要隘口。泰雅语叫 Lubi， 意思是山凹里的野草。后来这里建了渔老派出所、鲁碧一家人民宿餐厅、渔老观景台。原本的荒草地，如今变成这美景。疯狂下滑喽！从这里下滑到玉峰8.22公里，平均下滑坡度7.9%。这关键转弯处，记得超级大左转啊！转接足60之1。这画面没有放慢，下滑这么慢，别笑我会怕。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对的。这小货车直接吃到我的车道，还好姐，我够慢啊。然后这一路上大大小小坑洞、水沟盖，再搭配2旁树林的阴影遮蔽，真的很难看清楚啊。海拔落差662公尺，我就这样下滑了快半小时。嗨，回头看一下远方山头的渔老观景台，哇哦！玉峰大桥喽，来跟玉峰大桥拍一张。那现在再去野亨，
一直都想要去的野亨呢。我要来喽！这里有厕所，这地方怎么那么棒啊？还有厕所哎，整体的真的很干净，环境清洁费，你投10元，我有投哦。从渔老海拔1450下滑到现在这里御峰，海拔大约700，温度34。What？ 哇！刚才渔老还会冷哎，哇，真的。还好我等一下去拉拉山，再来去避暑。耶！太平隧道，族人称太平为巴杜罗。看到这超级大弯下坡，告诉你们，桃园的三光到喽！你看这公车站，一看就是桃园复兴乡会出现的版本。来到了桃园的三光了，耶！大概在3公里就可以到野亨的吊桥喽。野亨部落以梯田景色和温泉闻名，部落内拥有复兴区仅次于脚本山的第2大台地。三光大桥往这边，很像坡，这个坡看起来超恐怖的。刚刚有2位机车骑士一看到这坡掉头就走，不是我勇敢，这是唯一通往三光大桥的路啊！不会吧，这道路整修？问一下杂货店好了。水蜜桃，看到老板的冰箱里面有水蜜桃，要跟老板买，老板记得要送我1颗水蜜桃，还有李子。哇，洗完了水蜜桃，马上坐在这里吃起来啊！其实一开始我看店门口很多水蜜桃，就想要跟老板买。好梦幻哦！这不就是我从远方看到的三光大桥吗？哇，我来了！结果老板说客人订购了，无法卖给我，后来变成送我他们自己吃的水蜜桃。我们的路的话是前面要左转，可是我还没有要走，我当然去那个吊桥玩一下喽。吊桥，让我去吊桥一下。老板还坚持不收我钱，后来买个饮料，很感谢老板的热情。第1次来就成功跨越这迷龙吊桥，这可是1年前才修建好的呢，我真是太幸运啦！前往野亨喽！就这样沿着富华道路前往野亨喽！来吃桃子哦！来，桃子哎，哇！进来吃桃子哎！酋长果园，来请你吃桃子。Hello， 好，老板邀请我吃桃子。对，水蜜桃，你们自己种的哦？你们自己种的哦？当然了。酋长给的水蜜桃，我要吃起来喽！是，可以吃，好吃哦！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来。后面这里有写酋长果园。水蜜桃，你要自己。我刚刚咬了一口，这实在太夸张点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。野亨有一片超壮观的梯田风景，这些梯田从日治时期就开始修筑。当时为了种稻，泰雅族人从山顶一路开到溪底，还引山泉水来灌溉。最盛的时候有上千阶，落差超过1000公尺。今天这里改种水蜜桃，品质优良。谢谢老板，还外带1颗水蜜桃。你看，你看，还外带1颗水蜜桃。结果我现在已经吃了2颗水蜜桃，老板还给我1颗外带，那我还要再上拉拉山吗？而且我真的很饱哎！我真是单车骑士中的水蜜桃富翁啊！正中午水蜜桃午餐，准备迎接等一下的爬坡啊！接回来平常
上拉拉山的路了。旁边很多卖水蜜桃的。前方那道路非常吸引人。有一天，我也想骑完北横，抵达县界，看看名池，下滑宜兰啊！气象局，算你很准时，已经开始下雨喽。好吧，还是上去好了。拉拉山游客中心，我到了，啊，太开心了！下雨也不在意了，我今天任务达成了。巴陵大桥也拍到了，真的可以回家了。好啦，跟各位拜拜喽！感谢您的陪伴啊，我是 Wendy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看这地上就知道，我刚刚确实变成落汤鸡了。不过比较幸运的是，哦对了，是我在那个石门水库环湖的时候才开始下大雨，所以还好，下坡段其实都差不多了，相对比较安全。现在雨停了。来追一下最近很红的石门金针花。雨过后，下雨过后，人潮应该变很少吧？人潮是很少，金针花也没了啦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